要不要吃杯面？哥，你不是说吃这种很没有营养吗？随便吧，我这次龙虾鲍鱼啊也吃不下了。想慧慧啊？当然了，不知道她现在住在那里习不习惯，晚上睡不睡得着。我以前啊，每次加班回来啊，她都等我回来跟我说晚安才去睡的。可是现在，你呀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我早就不赞成你把慧慧送过去了。如果不这么做啊，她会找律师来对付我的。那就过来斗啊，你也不见得会输。哼，打起官司啊，受伤害最大的就是慧慧。是，你是很细心，但是啊，你也要小心，小心慧慧在那里住惯了，开心了，还给那个女人洗脑，不回来看你怎么办？不会吧？你不要吓我。跟你开玩笑的啦。想慧慧呢，就打个电话给她吧。啊，喂，燕玲啊，慧慧她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她没事。现在跟我在快餐店，她胃口还不错。慧慧，要不要跟爸爸说话？要。什么？她不跟我说话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她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？你把电话给她，我跟她说。她不想跟你谈，你逼她也没用的。小孩子总会耍脾气的，一下子就没事了。反正过几天我就带她回去了。就这样啊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喂。怎么啦？听了慧慧电话还愁眉苦脸的？慧慧她不肯跟我说话。真的被我猜中，慧慧被洗脑？不会吧？你不要吓我啊！慧慧一向来都很怕她，都避开她的。那是慧慧表现上的一种心理抗拒。其实啊，慧慧还是很爱妈妈的。搞不好啊，是那个女人故意让慧慧不听电话。不会的，燕妮不是那种人。是吗？你以前认识她有多深，现在要认识她有多少？那是慧慧表现上的一种心理抗拒。其实啊，慧慧还是很爱妈妈的。阿黑，菜好了没有？哦，菜来了。哎呀，不是芥兰，是干贡。你把这记事本拿出去。哦。哇！你没事吧？怎么不小心？来，应该可以止痛。哎呀！哥，你也真是的，烫伤不去看医生，涂什么黑酱油？阿强说那是土方，很有效的。有效？你伤口没发炎，就算你走运了。好了，你是在跟我敷药，还是在教训我啊？心情不好啊？手烫成这个样子，心情还会好吗？是不是在想着慧慧啊？如果你担心她的话，就立刻接她回来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可是我答应了燕玲，让慧慧跟她住几天的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别想那么多，反正慧慧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慧慧一天不在我身边啊，我就觉得不习惯。哎，我是真的觉得不习惯。那你看，我这左眼皮又在跳了，又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了。不要胡思乱想啊！啊！哇呀，发生了！你可以轻点嘛。知道了。喂，是啊。什么？慧慧不见了？哥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慧慧不见了。慧慧不见，慧慧去哪里啊？我知道就好了，我先去找她，你在家里等她吧。还不如我跟你去吧。你别去了，万一她回来家里没有人就糟了。哎，慧慧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要找爸爸。你爸爸他已经没有在这里坐很久了。慧慧，为什么会来这里找爸爸？会告诉姐姐？慧慧，怎么会在这里的啊？我要找爸爸。慧慧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你不喜欢跟妈妈一起住，要打电话叫爸爸出来嘛？自己一个人跑出来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谢谢你啊，莫妮卡。不用谢了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给油烫伤了。怎么还在生爸爸的气啊？爸爸答应你，以后都不离开你啊。你看，
看，爸爸答应你了，不要生气了啊。爸爸骗人！你怎么自己跑出来的呢？急死妈妈了。你现在没事就好了，妈妈带你回去啊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他是怎么从你家跑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早起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。他只不过7岁啊，你让一个小孩子在街上到处乱跑，多危险啊！还好啊，他懂得去找莫妮卡。要是他给人家拐走的话，你怎么向我交代？啊，我还得开会，我先回 office。你叫爸爸不要送我去跟妈妈一起住好吗？我不要跟妈妈住，我不要跟妈妈住。我看就先让我带他回家吧。慧慧她没事，那就好了，你别想那么多了。事实证明，慧慧还是很抗拒。也不一定的，小孩子是比较任性，也有可能他不习惯新的环境呢。我这个妈妈在她的心目中，已经比不上那个莫妮卡阿姨了。我真的是很希望能够跟她重新建立起那种亲情的关系，可是没有希望了。不管我多努力，也无法铲除隔在我们之间的那一堵墙。不过我不会怪他的，因为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Sir? You can't find him? Okay, I'll come back now. Our system is not getting a response from the subscriber's mobile phone. Please try again later. 姐，我现在是在哪里啊？你刚才在家里晕倒，我把你送进来的。天哪！我打了电话给他，我留了言，他应该会收到。你的头怎么了？有点痛，可能是刚才摔倒时撞到的。要不要叫医生进来看看？不用了。医生也没有提到孩子。他没事吧？医生他到底怎么说？啊？医生说你身体很虚弱，要多休养身子。孩子呢？我说的是孩子，孩子没事吧？姐，你还年轻，你只要照顾你的身子，你怕没有机会生孩子吗？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没有了孩子，我还能有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？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？我不听医生的劝告，就是死也想把孩子生下来。为什么连我这唯一的希望也要夺走呢？为什么嘛？姐，这纯粹是意外。天理，我真的是很希望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
天明怎么样了？刚才他情绪很激动，郭医生给他打几针，他现在睡着了。他没事了吧？人是没事，不过孩子很不幸。他现在很虚弱，最需要你的鼓励跟支持。黄医生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那前几天他才好好的，为什么他突然间病情会恶化？根据检验和化验报告显示，我们发现他身上的狼疮病菌已经有开始感染到其他器官上的迹象。你的意思说很严重是吗？以我的估计，病人接下来的病情会很不稳定。如果病人体内的抗菌能力继续减弱的话，他恐怕还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哎，醒了。来。Ken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说什么对不起呢？这纯粹是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？李湘的身子都很虚弱，你忘了，当时医生也不赞成你留着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还是希望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，毕竟是我们的孩子。就算是我死，哎，不要说傻话了。有什么比你的健康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为了生孩子而失去了你，你认为我这一辈子会好过吗？对我来说，你是最重要的。那好，就算这辈子我们都没有孩子，我只要你在我身边陪我，你明白吗？没事。推高高，开心吗？啊，推高高。爸爸，那是什么星？北斗星。那个呢？牛郎星咯。那这个呢？宝贝呀，你真的以为爸爸是星象学家，什么都懂？爸爸，你喜不喜欢莫妮卡阿姨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喜欢莫妮卡阿姨。那又怎么样呢？莫妮卡阿姨说要带我去玩，如果你约她，她就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玩了。傻孩子，莫妮卡阿姨很忙的，她要做工，怎么有空呢？明天是拜六 ，OK 吗？哎，很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爸爸可以叫莫妮卡阿姨带我去学工玩吗？你想去学工啊？爸爸可以带你去。我们回家了，来。白先生，你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？这是什么广告啊？一点创意都没有，报纸上打开，天天都看得见啦。赖先生，上次你不是说要不要直接的推销设计吗？可是我指的不是这样的设计呀。赖先生，上梁式的设计，你又说太高格调，怕观众看不懂。是啊，我要的是雅俗共赏，大家很容易都看得明白的。
还有要有一点格调，一点品味。赖先生，不如你更具体的说明你所谓的格调和品味是指哪方面的呢？我哪里知道啊？要是我知道的话，我还需要找你们吗？啊？哎呀，总而言之啊，做出来呢要让我舒服，我满意就行了嘛。好了好了，别浪费你们的时间了，有新的 idea 再打电话给我吧，我先走了。慢走啊！哎，慢走。真是，搞了这么多次，他还东挑西挑的。哎呀，我们可要多谢瑞秋这么的关照我们呐、临走前还把他留下，让我们搞呢。哎，在这个圈子里，他可是出了名什么猫王啊，那什么难搞的。他虽然是难搞了一点，不过再怎么说也是大客户，能不能够谈成这个生意，能不能够说动他，那就看我们的本事了。坐下来再谈吧。来。Hello， 慧慧啊。哎，曼可阿姨啊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雪宫玩？你还在开会啊？今天是星期六，为什么还要开会？拜拜。干嘛？你又打电话去吵莫妮卡阿姨啊？我只是问曼可阿姨要不要去雪宫玩。她怎么说？她说她没空。好玩吗？哎，莫妮卡，开心吗？好不好玩？好不好？曼可阿姨陪我玩。这是你的 Thank you。谢谢你啊，这么忙还特地抽空出来陪慧慧。没什么，我也可以趁机休息一下。如果这样影响你工作就不太好了。如果不来让慧慧失望，那更不好了。小孩子的心灵是很脆弱的，尤其是慧慧，从小在一个单亲家长大，情绪更容易受伤害。如果我来陪陪她，能够让她开心点，何乐不为呢？爸，你怎么去那么久啊？有没有洗手啊？啊，你的牛奶，慢慢吃啊。你手怎么样了？哦，好多了。你觉得朱茶端的工作很适合你吗？他的助手已经回来了，我已经不在那做了。完全没有意思再回离开。其实我爸也常提起你，你也可以考虑到他画廊帮忙。什么？我一直不敢向你提起，因为平时画廊的手绘功夫也蛮多的，你去只是当个助手。哎，我不介意的啊。你能去帮他，他挺开心的。是啊。 Hello。什么？星期一就要？不是说好 ？OK， 知道了。公司的事啊。这是赖先生的那个 project 啊，今天就是为了他才搞得这么迟。赖先生。哦，是不是上次瑞秋找来的那个？他是出了名的难缠，这次被他提了几个概念，他都不要，改了又改，结果还是不满意。而且啊，还说不出自己要求是什么。广告就要出街了，他还要挑。本来说好星期三再谈的，可现在呢，突然间要改成星期一。有什么办法呢？顾客永远是对的。看来这2晚我要挨通宵了。 永兴，你过来啊！如果有人来订话，你叫他们交18%的定金就行了。那这里开单就可以了。好，18%，知道了。还是我的女儿有办法把你劝来了。以后有你在，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老师啊，还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？哦，你先帮我看店，我回去作画赶订单。好，那你慢走。好。
啊。喂，莫妮卡，你爸爸他刚出去了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样啊，没关系的，反正也不急，我今晚再找他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那个不舒服的人来了。哎，赖先生来了，哎，请坐吧。哎，谢谢。好了，今天有什么新点子？快说吧。Jack，赖先生，我们想了之后，决定用梦幻作为你的卖点，也是要告诉大家，你的公寓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园。No， 不行啊！不如听 Jack 把整个概念说完吧。这个广告我看了就不舒服，哪里还看得下去？莫妮卡，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！如果再创造不出我要的广告的话，我决定换广告公司。那先生，我也想提醒你，过几天这个广告就要送去报关，而电视的 air time 也定了，如果再搞不定，恐怕就有麻烦了。哼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你们的广告让我看得不舒服，难道要我收货吗？可是你的公寓下个月初就要推出了。这个你放心好了，如果赶不出这个广告的话呢，我就延迟推出。好了，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了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如果再做不出我满意的广告的话，我就换广告公司。好，就这样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那走啊。哦，你回来了，爸，刚刚好可以吃了。今天你自己下厨啊？这些菜不是我煮的，妈煮的。不是，来了个大厨师。哎，你去看看。记得啊，勾芡的时候呢，这个酸甜酱的水不要太多，太多就像汤了哈，太少也不好。你看，像这样就恰到好处了啊。永信啊，想不到你的厨艺这么好，平时在家里也是你下厨吧？外面东西啊，味精多，油又多，自己煮呢吃起来比较健康。哇，以后谁能嫁给你做老婆，肯定很幸福啊！不用自己下厨煮饭。是啊，哎，佩仪，怎么了？没精打采的？是不是菜不合胃口啊？不是，刚想起公司里面的事。回到家里就不要再想公事了。没办法，做广告啊，压力很大的。压力大就要多吃一点，宠宠自己。来，尤其是永兴煮的菜那么好吃。爸，阿英是来帮你看画廊的，怎么叫他来煮饭呢？哎，不关老师的事啊，是我自己要煮的。是啊，我叫他回来顺便看几幅画，而且呢留他吃饭。可是他不要，他说不好意思。你妈就说不好意思，你就下厨煮给我们吃吧。我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，想不到他就真的煮起来了。哎，而且煮得不错，还比我厉害呢。永兴，来，多吃点啊！我看，哎，行，你自己来吧，客气。妈妈来洗吧。不用啦，你去切些水果吧。我觉得永兴这个人啊，蛮忠厚老实的。如果找老公呢，就一定要找个像他这样细心体贴的。我觉得像永兴这种好男人啊，现在已经绝种了。真不明白，他以前的太太为什么会离开他呢？这是人家的家事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们平时没有谈起吗？我们是同事，怎么谈这些私人的事呢？他对你怎么样？有什么样啊？朋友罢了。只是朋友。刚才他吃饭的时候啊，看你的样子，好像不只是普通朋友哦。妈，拜托你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，老是以为自己还在查案。哼，我就不相信他对你一点好感都没有。师母啊，我要走了。啊？哎，这么快啊？哎，吃了水果才走吗？哦，不了，我女儿在补习，就快下课了，我去接她回家。这样啊？哎，呸一呸，来，别切了，你送永兴回去吧。来，永兴他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叫德士好了。哎呀，我们这边很难叫车的，配有车很方便的。
机会是吗？我送你。哎，不麻烦你了，你忙了一整天，早点休息吧。哎呀，不会了，很快的。哎，嘿，你们走吧。走吧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有空要多来坐啊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这么忙，还要你送。客气什么？你也给我们准备一顿丰富的晚餐呢。Hello。什么？提早开会啊 ？OK， 知道了，拜拜。怎么？公司有事啊？是啊，就是为了赖先生的事，明天一早要见我。赖先生的事情还没解决的。还没有。艺人提了好几个概念给他，他都不要。广告下个月就要推出了，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Jack 和 Richard 又只会闹情绪，最后那个烂摊子还不是留给我收拾。既然这么难搞，为什么不？我心里也是赞成放弃的，可是 Joseph 不愿意放弃这笔大生意，说一定要完成。主要是担心我们一旦放弃的话，会成为整个广告界的笑柄。那你们之前给他提过什么概念？他又有什么意见？不是吧？跟你谈公事，你不怕闷啊？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愿意听。其实他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概念，主要是针对他下个月准备在五级芝麻推出的新私人公寓，叫关园景。因为这公寓靠近郊区，环境清幽，所以赖先生给的指示是希望通俗易明，观众一看就懂，但又想带点品味，有格调，或者带点艺术色彩。希望赖先生会喜欢这个 idea。这是不行的话，就不要做了。对了，简直是浪费时间嘛。我们冷静一点。Joseph 明白赖先生是个很难搞的人，可是他也不希望因此这样而推迟计划，得罪客人。他是老板，当然这么说了，但你应该帮忙据理力争嘛。对呀，别忘了，这个人是 Rachel 找回来的，说不定啊，也是这个女人故意叫他来耍我们的。Hello， 阿英啊，我替你广告讲到一个概念，我不知道管不管用，但希望能够帮助你。好啊，你传真过来我看看。我还在画，等画好之后我就传真过来啊。OK， 谢谢你。OK。这就是你最满意的概念吗？是。果然很有效率啊！3天3个 idea， 难怪是这种素质啦。赖先生，我们已经很尽量的去配合你的要求了。可是你们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啊！什么要求？你根本就没告诉我们嘛！我已经提出很多我的意见了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东西。赖先生，这样的意思是说，不知道你对这个概念有什么意见，不如你提出来，我们再慢慢的研究。Monica， 这是阿hin刚刚 fax 给你的。Thanks。赖先生，我这里还有个概念，也许你有兴趣。赖先生，这位是张永新，是我们 Deacon 的资深 AE， 现在就让他详细的告诉你这个广告概念。你好，快说吧。一般人设计广告都恨不得把很多东西放在广告里面，所以设计出来的广告呢，就像一个拼盘广告。现代的人呢，给四面八方的广告轰炸到死去活来，哎，就好像吃buffet一样。当你吃着胀得瘫痪的时候，还有川流不息的食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，这个时候是想想看，谁会对那个杂乱无章的拼盘还有兴趣呢？
所以我们认为呢，现代人对简单又营养的食物呢最有兴趣。我们这个广告就以简单为主，主题就是一见钟情。这个广告是一个系列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推出这一张，这个女人看这一幅画，到底看什么呢？先引起消费者的注意。接着下来，我们再推出这一张。那么这一张，这个女人看的是什么呢？原来她看的是关元景公寓，她对关元景公寓一见钟情。赖先生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公司在办什么事。如果早一点有这样的概念，我们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嘛。啊，对了，我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度假村的这个宣传计划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。我，当然是你了，不然还有谁呀？好了，我有事先走了，再见了。好，慢走，拜拜，拜。不错，人家很欣赏你啊。哪里？你跟你妹妹说，以后这种难搞的顾客，必要介绍给我们。我看我是太多事了。什么多事啊？你替公司立下大功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我会让Joseph知道，也会给你表示，作为这个概念的酬劳。不用了，我不是为了钱的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不要推辞了。好吧，谢谢你。我想今天晚上请你吃一顿答谢你。都说不用了嘛。要的，就当的是请你跟慧慧了。好吧。这么说，下午的素描都是你画的了？是啊，不过刚才的时间有点紧迫，我们就随便涂涂了。随便涂涂，我就觉得很好了。是啊，爸爸在家里常常也会随便涂涂。那意念呢？怎么想出来的？怎么想？怎么想出那些点子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在画廊里看见一幅山水画，灵机一动就想出来了。爸爸就是这样，整天想东西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别多嘴了，快吃点东西。随便想想都可以想出来。和你同事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你这么有才华的。你跟我讲了。你太谦虚了。现在有创意的人真的不容易找，就是我们力孔创意组，还有人连画都画不好。你这么有才华却被埋没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也不一定啊，像 Jack 啊，他不是蛮好的吗？可惜脾气太坏了，又不懂得迎合客人，一不顺心就会发火发牢骚，有好几次就差点在客人面前翻脸。我一劝他，他就说我不支持他，不尊重他，还说我刻薄他。如果他们都能够像你一样，懂得迁就，懂得忍让，那就好了。慧慧，到了，要跟阿姨说什么？阿姨，你不跟我们一起上去啊？很晚了，明天莫妮卡阿姨要上班的。阿姨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看东西？看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上去一句就到了。很晚了，不要再吵阿姨了。没关系的，就上去一会儿。耶 ！OK。哎，这拖鞋给你的。Thanks。对不起啊，不知道你要来，家里很乱。不是吧？这样还这样乱啊？这些都是我帮爸爸打扫的。你不弄乱了，我已经谢天谢地了。要喝点什么？随便。给你来杯橙汁吧。好。慧慧，是你做的啊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这些都是爸爸做的。爸爸做的？是啊。都是你做的？嗯。你画的？我球鞋的时候随便画画的。跟你同事这么久，原来你有这么多特长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哪里？比如说，你很会做饭啊，很有绘画天分，手工也做得不错，而且很有创意才华。哪里？这些都是我空余时间打发时间做的。没有一定的心思和创意是绝对做不出来的。哪里？其实你可以回到我们的创意组来啊。回到创意组？帮忙设计广告。
你们这个意思？不行，我不行的。怎么不行呢？你今天不是替公司卖了一个广告概念吗？今天只不过是幸运而已。你试试看嘛！你不相信自己，该相信我的眼光。我回来了。怎么会有香水味啊？慧，是不是你学人家涂香水？嗨，小平。啊，不早了，要回去了。好。阿姨，有空再来。好了，早点睡觉，知道吗？拜拜。拜拜。我送你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下去行了。记得考虑啊。好，谢谢。拜拜，慧慧。拜拜。拜拜。好了，很晚了，来慧慧去冲凉，明天要上学啊，慧慧乖。哥，为什么他会上来？是慧慧请他上来的。慧，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刚才我们一起去吃饭。什么？你们还一起吃饭？为什么？把我当犯人了，这样来盘问我。当然了，当初是他赶走你，现在又找回你。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当初是我自己辞职的，不是他炒我的。今晚是你请他吃饭。我帮他想了一个广告的概念，他请我吃饭，够了吧？难怪，原来是因为利用了你才请客。你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？什么利用啊？要不然他会这么大方，他一定又是找你回 Dcom， 对不对？他叫我考虑回创意组。哼，这个女人真够现实，知道你有利用价值就找回你。你啊，最好小心一点。Mom, medicine. Mom, time medicine. No, I don't need any medicine. Mom, time medicine. I said I don't need any medicine. Did you hear me? You get out! Leave me alone! What happened? Mom doesn't want to take medicine. 天明，怎么了？天，不要烦我，你不要烦我。天明，你干嘛？为什么不吃药啊？我不吃药，吃了也没有用，病还是不会好。别傻了，你不吃药，病怎么会好啊？我就是不吃了，我吃了又有什么用？我吃了那么多的药，可是一点起色也没有。你看看我身上这些红斑，越来越多，又疼又痒，我可不要抓了，天明。医生说过，这些红斑只是暂时性的，啊，它会好的。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！天天把我关在这个房子里，睡在这张床上，什么事也不能做，哪也不能去。我就像一个废人，一个废人。是的，天明，你不是废人，你是有病啊，所以要好好留在家里休养。够了，够了，我受够了！我求求你。你帮我去求求医生，让我死掉算了。反正我的孩子也没有了，我何必留下来活着受苦呢？我不想活了，我真的不想活。天明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说你一定要坚强振作，把病给治好。难道你忘了吗？我知道这些日子要你一个人闷在家里，默默承受痛苦。一定很难受。不过你想想，等你的病医好，我们就可以重新过回以前快乐日子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，我的病是不可能好的。绝对可能。那这样听医生的吩咐，按时吃药，继续吃药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。Maria, water for mom. 来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将来，把这些药吃了吧，啊！不要啊！反正我们也没有将来了，我吃再多药也没有用，我不要吃了，我永远也不要吃了。天哪！为什么？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吃药，而且歇斯底里的情绪比上一次更严重。
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？我现在看他还好好的，还说一定要把病治好，什么时候变成自暴自弃？你有没有找过医生谈他的情况？医生开了药给他吃，而且还跟我说一样的话，要给病人多点爱心，要多关心病人，支持他，鼓励他，安慰他。It's useless。我劝我要哄也哄过他，我对他所付出的爱心和关怀不会少的，可是没有用。那我越是那么做，他越是激动，甚至还吵着要去死。你叫我怎么做？你叫我怎么做？我知道你很难受，可是你现在不可以放弃的。我姐把自己关在房里养病，难免在情绪上会激动，难免会胡思乱想。医生也是这么说，情绪不稳是病发的致命伤。他现在这样，我真担心他病情会恶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度过这最难熬的时候，尤其是你。我何尝不是这么想？可是我每次看他这么痛苦的时候，我除了叫他要振作点、坚强点，要他按时吃药之外，还能做些什么？有时候，我宁愿受苦的是我，不是他。毛毛，够了，不要再喝了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上天要给他这种怪病？他以前一切都是这么美好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？够了，再喝下去你会醉的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折磨我？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就算是我做错了什么，要惩罚应该是我，不应该是天美，对不对？不应该这样折磨他。你醉了。我就是要醉呀，醉得很好。打醉什么都不用想，不用烦，多好，哦。赶快抱过来扶他。扶他在椅子上。他是谁啊？拿件热毛巾来。我要怎么那他就是你心中男人啊。已经很晚，没你的事，你去睡吧。在我的心中没有感觉过，梦里之中想起了你，想着你，不要离开我。这感觉是这样甜蜜又迷蒙。如果是梦，我情愿不醒来，轻轻念你无数，深深回味不决堤。我要对你说出最真的话，我生命中第一次，让我拥有全部你的笑容，我会好好的呵护，一直到永远。心在动，你心在动，他的笑容你来呵护。心在动，你心在动，一直到永远。蒙蒙的情愫，莫名的冲动，在我的心中没有感觉过。梦里之中想起了你，想着你，我的心在动。这感觉是这样甜蜜